公元前154年，七国叛军已经西进，前锋逼向长安方向。长安城里有一个人被紧急召去上朝，他穿好朝服，坐上车，以为自己要去参加一场军事会议。车没有驶向未央宫，车直接驶向了长安东市。到了东市，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等待他的不是朝会，是刑场。他穿着上朝的衣服，被腰斩于东市。这个人叫晁错，上一期的削藩策就是他写的。七国起兵之后，长安朝堂上弥漫着一种恐慌。七国的军事实力并不弱，吴王刘濞经营40年，号称带甲数十万，七国联兵声势浩大。更重要的是，朝廷还没有完成战争准备，削藩策的推进节奏失控，军事部署没有同步跟上。恐慌之中，朝中原来那些不敢说话的人开始说话了。反对削藩的声音一下子冒了出来，不是反对削藩的道理，而是反对把事情搞成这样。而矛头指向的不是下令削藩的景帝，是提出削藩的晁错。这里要补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，晁错在朝中几乎没有盟友，这不完全是因为削藩。史记用4个字形容晁错的为人：鞘直克身，尖锐刚硬，不留余地。他推行政策从不商量、不妥协、不照顾同僚的立场和面子，在他眼里只有对错，没有人情。这种性格用来做判断是长处，用来做政治是致命伤。前任丞相申屠嘉在世时就和他势同水火，申屠嘉甚至曾经试图以一个技术性的小罪名，晁错修建府邸时凿穿了太庙外墙，把他直接处死。结果晁错提前得到消息，连夜跑去找景帝求保，申屠嘉的奏书被驳回，据说活活气死。申屠嘉之后，朝中老臣对晁错的态度从不满变成了敌意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削藩错了，而是因为晁错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把所有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。他不需要别人的支持，因为他有皇帝的信任。可一旦皇帝的信任松动，他就是孤岛，海水一涨，孤岛最先被淹。所以当七国打出诛晁错的旗号时，朝廷内部的反应不是我们要保住他，而是一种几乎公开的如释重负。在这种气氛里，有一个人求见景帝，这个人叫袁盎。袁盎是朝中老臣，也是晁错多年的政治对手。晁错得势时，袁盎被挤出中书，贬到地方做官，两个人之间有很深的积怨。但袁盎见景帝的时候说的不是私怨，他说的是一个方案。叛军打出的旗号是诛晁错，清君侧，只要杀了晁错，叛军就没有了旗号，没有了理由。地方上观望的诸侯也不敢跟着起兵，不用打仗就能平息叛乱。这个方案逻辑上有没有道理？有，但只有一半。清君侧确实是七国的旗号，杀掉晁错确实可以让这面旗失去意义。但问题是，刘濞的目标真的只是杀晁错吗？一个经营了40年、坐拥3郡、手握数十万兵的人，会因为一个大臣被杀就收兵回家？袁盎当然知道杀晁错未必真能让刘濞退兵，但这个方案至少有一个结果是确定的：晁错会死。对一个和晁错有旧怨的人来说，这已经足够有吸引力。而景帝要的是一个能把自己从削藩责任里暂时摘出来的台阶。七国打的旗号是诛晁错，如果景帝自己杀了晁错，对外可以说朕已经处理了奸臣，你们还打就是真造反，这面旗就从叛军手里翻转过来了。对内可以统一人心，那些反对削藩的大臣会觉得皇帝听取了意见，愿意纠错。至于晁错本人，他的命运在这个计算里排第几不重要。景帝同意了袁盎的方案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处决之一。景帝没有招晁错来对峙，没有审讯，没有廷议，没有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。朝廷派人通知晁错，请立即入朝议事。晁错穿上朝服，登车复命。他以为这是一次紧急军事会议，在七国叛乱的当口，皇帝急召御史大夫，完全正常。车驾没有进宫，车驾直接驶向长安东市。东市是处刑的地方，晁错到了东市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他不是以罪人的身份被押去的，而是以大臣的身份被骗去的。他穿着朝服被当场腰斩。朝衣东市，后来这4个字变成了一个典故，专门形容大臣猝不及防的被杀。他至死穿着上朝的衣服，这件衣服是他作为御史大夫的标志，是他替皇帝办事的制服。他穿着这身制服去赴死，连换一套衣服的机会都没有。更残酷的是，朝廷同时逮捕了晁错的全族，一并处死。晁错的父亲此前听说儿子要推行削藩，专门从颍川赶到长安劝阻。他对晁错说：“你这样做，刘氏的天下安了，可我们晁家就危了。”晁错没听。老父亲的预言不幸言中，不仅言中还言轻了。他以为危的是仕途，没想到危的是全族性命。一个替皇帝提出削藩的人，连同他的父母妻儿，被皇帝用来平息削藩引发的叛乱。
晁错死了，景帝派使者带着晁错的死讯去通知吴王刘濞，你要杀的人朕替你杀了，现在请退兵。刘濞的反应是什么？他笑了，他说：“我以自立为东帝，还拜什么？”意思是谁跟你谈晁错？我要的是天下。诛晁错从来不是目的，只是旗号。旗号是用来团结盟友、争取中间派的工具。旗号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让景帝亲手杀掉了自己最忠心的政策推行者，同时并没有让叛军少一兵一卒。晁错的死在军事上没有任何价值，他既没有削弱叛军的力量，也没有让叛军退兵。后来有一个叫邓公的军官从前线回来，景帝问他：“朕已经杀了晁错，叛军应该退兵了吧？”邓公说了一句话：“吴王谋反已经几十年了，这次借削藩发难，意在天下，不在晁错。杀晁错，从此天下之事进口，不敢复言。”这句话的真正重量不在晁错冤不冤，而在于他指出了一个治理后果：你杀掉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以后所有敢替你说难听话的人的胆量。景帝沉默了很久，他知道邓公说的是对的，但知道又怎样呢？晁错已经死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袁盎后来的结局，这个用诛晁错的方案借景帝之手杀掉晁错的人，自己也没能善终。几年之后，梁王刘武争夺太子之位未遂，迁怒于反对他的朝臣，派刺客暗杀了袁盎。袁盎用七国的旗号做刀，借皇帝的手杀了晁错。梁王用一把真正的匕首杀了袁盎。在这套权力结构里，没有谁是安全的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操刀，最后才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别人案板上的东西。晁错如此，袁盎如此，后来的周亚夫也如此。晁错的死不是冤不冤的问题，冤不冤是道德判断，我们做的是结构分析。晁错死于一个结构性陷阱，这个陷阱在他开口的那一刻就已经合上。晁错的死不是冤不冤的问题，冤不冤是道德判断，我们做的是结构分析。晁错死于一个结构性陷阱，这个陷阱在他开口的那一刻就已经合上了。他替皇帝说了皇帝想说但不方便说的话。削藩是景帝要做的事，但这三个字不能从景帝嘴里说出来。皇帝开口就是圣旨，圣旨下了就没有退路，所以需要一个大臣来建议，皇帝再采纳。晁错就是那把刀，皇帝握着这把刀切了肉，肉切完了发现流了血，场面不好看。这时候皇帝需要一个交代，血是谁流的？不是我切的，是这把刀太锋利了。于是刀被当成了凶手，这就是替刀的逻辑。替皇帝说话的人，在皇帝需要的时候替皇帝去死，你替他开了口，仇恨就记在你头上。到需要平息仇恨的时候，他只要把你交出去，就能全身而退。而被交出去的人连朝服都来不及脱，因为直到最后一刻，他还以为自己仍然在替皇帝办事。这个结构和第6期讲的周勃形成了一组镜像。周勃替刘氏夺回了天下，是恩人，但恩人太重了，皇帝扛不动恩情，所以恩人要变成臣子，臣子要学会跪下。晁错替景帝说出了削藩是工具，但工具惹了麻烦，皇帝不想替工具担责，所以工具被扔掉。一个是恩人变臣，一个是工具用完即弃，路径不同，但底层逻辑一样。在权力结构里，所有人都是可处理的，区别只在于处理的时间和方式。邓公那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他说天下之事进口，不敢复言。一个替皇帝出主意的人被皇帝杀了，消息传开之后，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一件事，替皇帝说话是有风险的。你说对了，功劳未必是你的，你说的话惹了祸，命一定是你的。从此以后，再遇到类似的问题，谁还敢替皇帝开口？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，而是一个治理问题。帝国需要有人提出不受欢迎的建议，需要有人做坏人，需要有人替皇帝说那些皇帝不方便亲自说的话。如果所有替皇帝说话的人最后都是晁错的下场，那么皇帝身边就只剩下2种人，说皇帝想听的话的人和什么都不说的人。而这2种人恰恰是最危险的。说好话的人让皇帝听不到真实情况，什么都不说的人让皇帝看不到即将到来的问题。晁错被杀的代价不是一个人的命，而是一个系统的沉默。可景帝当时顾不上这些，叛军还在前进，晁错已经死了。景帝需要的不再是一个替他说话的人，他需要一个替他打仗的人，那个人就是周亚夫。公元前154年春，七国联军西进，兵锋直指长安，所有人都在等一件事，朝廷的大军什么时候出击。可被任命为太尉，统管全部平叛兵力的周亚夫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，他不打，前线在打，梁国在流血，梁王在求救，景帝在催促，朝中上下都在问他为什么还不动手。他不动，他不是不想赢，他知道想赢就不能先救人。3个月后，叛军崩溃，七国之乱平定。后世复盘这场战争，结论只有一句话：周亚夫赢在了他没有做的事情上。
先看叛军到底有多大的声势。吴王刘濞起兵时号称20万，这个数字有水分，但吴国经营40年，代价10万以上是可信的。楚国出兵数万，赵国在北线牵制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4国在东线配合，7国加在一起，总兵力在20万到30万之间，从东北2个方向同时施压。这个数字放在西汉前期是非常大的。长安的中央军总兵力并不比这多多少，而且中央军还要分兵，北线要防赵国，还要防匈奴趁火打劫。真正能投入南线主战场的兵力是有限的，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，正面硬打是最差的选项。所以这场仗从一开始就不是谁更勇的问题，而是谁先忍不住把主力砸出去，谁就可能先输。周亚夫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。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，统兵平叛。周亚夫在出发前向景帝陈述了他的战略，不与吴楚联军正面决战，而是迂回南下，切断敌军粮道。吴楚军队远道而来，后勤线漫长，一旦粮道被断，数十万大军维持不了多久，不出3个月必然溃散。这个方案的军事逻辑无懈可击，但它有一个前提条件，需要有人顶在前面，挡住吴楚联军的第一波攻势，为周亚夫争取迂回和断粮的时间。这个人就是梁王刘武。梁国地处中原腹地，正好卡在吴楚联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上。吴楚要打长安，必须先过梁国，只要梁国撑住，周亚夫就有时间执行他的计划。换句话说，整个战略的前半段就是让梁国挨打。周亚夫出发的时候，很可能已经做好了一个心理准备，梁王会恨他，但如果不让梁国先顶住，整盘棋就下不了。将军的决定不是选对的那个选项，而是选代价更小的那个选项，而更小的代价这几个字落在了梁王头上。梁王刘武接到的命令是守住，但他接到的现实是吴楚联军的主力全压了上来。梁国的都城睢阳被围，日夜攻打，梁军死伤惨重，城池几次险些失守，城外是吴楚联军的铁壁围困，城内是一批又一批被派出去的求援使者，每一道求救信送出去，梁王等来的都不是援兵，而是周亚夫继续不动的消息。据记载，梁国在这场围城战中前后战死数万人。数万人是什么概念？梁国全部兵力也不过几万，这意味着梁军几乎被打光了一轮。守城的士兵死了换新的上，城墙塌了就用土袋和尸体堵。睢阳不是没被攻破过，是被一条一条人命堆回来的。刘武从最初的愤怒变成了真实的恐惧，他不是不理解周亚夫的战略，他是真的快要死了。刘武派使者去找周亚夫求援，周亚夫拒绝了。刘武再派使者，措辞更加急切，周亚夫还是不动。刘武直接上书景帝，告周亚夫见死不救。景帝下诏给周亚夫救粮，周亚夫接了诏书不动，这个不动是整场战争里最难的决定。让我们换到周亚夫的视角来看这件事，他知不知道梁国在流血？知道。他知不知道梁王在骂他？知道。他知不知道景帝的诏书意味着什么？当然知道。但他更知道一件事，如果这个时候分兵去救梁国，就正中吴楚联军的下怀。吴楚的兵力优势在于集中，他们20多万人压在一个方向上，如果汉军也集中到这个方向正面迎战，就是拿中央军的家底去赌一场没有把握的硬仗。赢了固然好，输了长安就没有屏障了。周亚夫的方案是不赌，让梁国扛住正面，自己率主力绕到侧翼，掐住吴楚的粮道。这是一个胜率更高、代价更小，但需要忍受巨大压力的方案。压力来自3个方向。第一是战场压力，梁国每多撑1天就多死一批人，如果梁国撑不住，提前崩溃，整个计划就失败了。周亚夫在赌梁国的承受力。第二是政治压力，梁王刘武是景帝的亲弟弟，也是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，他在前面拼命，你在后面看戏，宫里那2个人会怎么看你？第三是制度压力，景帝亲自下了诏书让他救梁，他不执行就是违抗圣旨，在战场上违抗圣旨，理论上是杀头的罪。3重压力同时压下来，周亚夫一动不动。这就是忍，能打赢仗的人不是最能打的人，是最能扛住不出手的人。所有人都在喊快打快打的时候，只有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打才能赢。战场上最难的不是下令进攻，而是在所有人都要求你进攻的时候承担不进攻的后果。可忍是有代价的，每忍1天，梁国的仇就多记一笔，而这笔仇最终会写到周亚夫的账本上。周亚夫率军进驻昌邑，扎营不出。昌邑这个位置不是随便选的，
它位于梁国以北，紧贴吴楚联军的侧翼，但不在叛军的主攻方向上。这意味着吴楚联军如果继续围攻睢阳，侧翼始终暴露在周亚夫面前。如果掉头来打周亚夫，就要放弃已经围攻多日的睢阳，前功尽弃，而且离开了自己的补给线，处境更加危险。更关键的是，昌邑卡住了从东南通往关中的粮道要冲，周亚夫不需要主动出击，只要在这个位置扎下去不走，吴楚联军的每一粒粮食都要从他眼皮底下经过。这就是以静制动，你选对了位置，敌人的每一步都是坏棋，你不动就是最大的威胁。同时派轻骑南下，切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，这一刀切得非常准。吴楚军队主力在前线围攻梁国，后勤线拉得很长，一旦粮道被断，前线几十万张嘴立刻断了供给。周亚夫不急，因为他有粮，有后方补给，营寨坚固。吴楚急，因为他们的粮道已经断了。古代战争有一条铁律，大军无粮，3日必乱。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冲过来，而是锅里没米，营中断炊，士兵开始知道自己可能回不去了。吴楚联军试图回头打通粮道，但周亚夫拒营坚守，不与之野战。他打的就是一个你急我不急。你的粮在一天天减少，我的粮源源不断。你越着急，越想速战，我越沉得住气。这个时候反过来看，就能理解为什么前面必须忍住不去救梁国了。如果周亚夫把主力投入睢阳方向的正面战场，他就没有兵力去迂回切粮道，而一旦陷入正面消耗战，汉军的后勤压力同样会越来越大。不救梁国是为了有兵断粮道，断粮道是为了不用打就赢，这是一根链条，拆掉任何一环都不行。吴楚军队开始断粮，士兵逃亡，军心动摇。刘濞试图集中兵力对周亚夫的营垒发起总攻，被击退。刘濞带着残部向东南方向逃窜，一路溃不成军，最终逃入东越。东越王起初收留了他，但很快看清形势，杀刘濞，献首于汉。楚王刘戊兵败自杀，南线的2根主心骨断了，北线的局势也在同步收拢。赵王刘遂起兵后，试图联络匈奴，引外援入局，但匈奴人精于算计，他们看到吴楚主力已经断粮溃散，判断这场叛乱赢不了，始终没有出兵。赵国孤立无援，被将军栾布和郦季率军围困在邯郸。邯郸城高池深，赵军死守了数月，最终城破，刘遂自杀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4国本就没有独立作战的能力，他们一直在观望吴楚的战果来决定自己的动作。当吴楚崩溃的消息传来，4国迅速瓦解，诸王先后伏诛。从南线到北线，从主战场到边缘战场，3个月之内全部清盘。周亚夫的军事判断完全正确，整场战争的走向和他出发前的预判几乎一模一样。七国之乱证明了周亚夫是最好的将军，也同时证明了一件景帝不想看到的事：这个人有能力独立做出正确判断，并且有意志力无视皇帝的干预去执行这个判断。这在战场上是最可贵的品质，在政治上这是最危险的品质。梁王刘武恨他，40多天的围城战，梁国死了几万人，刘武差点丢掉性命。他知道周亚夫是故意不救的，这个仇他记到了骨头里。窦太后恨他，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差一点死在睢阳城下，他不管你的战略多高明，你让我儿子去送死，这就是罪。景帝呢？景帝知道周亚夫是对的，可他的诏书被周亚夫无视了。这一次是因为对的理由，景帝可以容忍，但这件事本身已经证明了周亚夫这个人不会因为你是皇帝就听你的。一个将军在打仗的时候不听你的话，这很好，说明他有主见。一个丞相在治国的时候不听你的话，这就不好了。而周亚夫很快就要变成丞相了。公元前158年冬，匈奴大军逼近长安，汉文帝亲自巡视军营，却在细柳营门口被自己的士兵拦住。先驱进不去，皇帝也进不去，因为守门士兵只认一件东西：将军的命令。后世2000年记住的不是匈奴这一次南下，而是那座不开门的军营。守这座营的人叫周亚夫。他第一次被历史记住是因为他不弯，而他最后死在廷尉狱里也是因为他不弯。公元前152年，周亚夫封侯拜相，位极人臣。公元前143年，周亚夫下狱绝食，呕血而死，中间只隔了9年。在这9年里，他没有犯过任何一次军事错误，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足以处死他的事，他只是做了一件事，而且是从头到尾都在做的同一件事，不弯，所以他被折断了。公元前150年，景帝任命周亚夫为丞相。从外面看，这是功臣的最高荣耀，平定七国之乱的统帅，出将入相，天下第2人。从里面看，这是一个身份的转换，而这个转换对周亚夫来说是致命的。做将军的时候，他的核心工作是做正确的军事判断，然后顶住一切压力执行到底。细柳营如此，七国之乱如此。
文帝看重的就是他这个特质，景帝用他也是因为这个特质。但丞相不是将军，将军的战场有唯一正确答案，打赢就是对的。丞相的朝堂上没有唯一正确答案，很多时候正确不仅要看道理，还要看皇帝的心意、朝局的平衡，各方能不能下台。将军可以不听皇帝的命令，只要他打赢了，不听就变成了有主见。丞相不能不听皇帝的意见，哪怕皇帝是错的，你也得找一个让皇帝舒服的方式来表达不同意。周亚夫不会，他只会一种方式，我觉得不对，我就说不对，你是皇帝也一样。景帝想废太子刘荣，这件事背后有复杂的宫廷政治，骊姬失宠，王美人上位，太子的母族没有根基，景帝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，需要的是朝臣配合走完程序。周亚夫反对，他认为太子没有过错，废嫡立庶不合规矩。景帝没理他，废了刘荣，立了王美人的儿子刘彻为太子，就是后来的汉武帝。这是第一次，周亚夫说了正确的道理，但皇帝不需要正确的道理。景帝想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，按规矩，非军功不得封侯，这是高祖刘邦定下的白马之盟。周亚夫搬出祖制，坚决反对。景帝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，但这是给皇后面子，给新太子的母族加码，政治上有需要，周亚夫不管。不合规矩就是不合规矩。这是第二次，景帝想封几个匈奴降将为侯，以鼓励更多匈奴人投降，这是一个外交策略。周亚夫反对，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君主来投降，你封他们为侯等于奖励背叛，将来怎么要求汉朝的臣子忠诚？这次景帝动了真气，他驳回了周亚夫的反对意见，直接封侯。周亚夫以生病为由不上朝，景帝顺水推舟免去了他的丞相之职。3次冲突，3次让景帝不舒服，每一次周亚夫都有道理，但每一次他都在做同一件事，告诉皇帝你错了。周亚夫的问题不是他没有道理，而是他只会用一种方式表达道理，顶回去。他不知道什么叫迂回，他不会说陛下圣明，只是此事或可在议，他只会说不行。问题是，一个臣子可以对皇帝说1次不行，2次也勉强，3次以上，皇帝听到的就不再是你错了，而是我不服你。景帝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后来被记在了史书里，他不是对周亚夫说的，而是对身边的人说的。此样样者，非少主臣也。翻译过来，这个人心里不服，不是将来新皇帝能驾驭得了的。这句话不是判决书，但它已经比判决书更危险。判决书需要罪名，需要流程，而这句话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被执行。非少主臣不是太子未来能用的人，至少在景帝心里，这个人已经不适合被留给下一朝。公元前143年，有人举报周亚夫的儿子私自购买了500件甲盾，这批甲盾被解释为给周亚夫准备的随葬用品，放在贵族厚葬的风气里，这个解释并非完全说不通。但甲盾毕竟带着军事意味，一旦有人告发，就足够把案子推向谋反的方向。举报的人说的是私藏武器，意图谋反。朝廷派廷尉立案，将周亚夫逮捕下狱。让我们仔细看这个案子，500件甲盾用来谋反，整个七国之乱，吴王刘濞出动了20万人，500件甲盾连武装一个村子都不够。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谋反的规模，但常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朝廷需要一个由头。由头不需要逻辑严密，只需要存在。它的作用不是证明你有罪，而是让逮捕和审讯变得程序上可操作。一旦进了廷尉狱，后面的事情就不再由常识决定了。廷尉审讯周亚夫，周亚夫说这些甲盾是丧葬用品，不是武器。廷尉回了一句，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诞也最著名的判语之一：君侯纵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你就算不在地上谋反，也是要在地下谋反。当一个罪名荒唐到连审讯者都懒得遮掩的时候，他反而暴露了真正的意思。这不是审判，是处理，不是证明你有罪，是通知你结果已经定了。到了这一步，罪名本身已经不重要了，真正重要的是那句非少主臣也。景帝已经决定这个人不能留到下一朝，至于理由是否经得起推敲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。周亚夫什么都明白了。周亚夫在狱中绝食，这是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反抗方式。他这一辈子不完，在细柳营不完，皇帝来了也不开门；在七国之乱不完，皇帝下诏也不就粮；在丞相任上不完，皇帝的决定不对就直说不对。现在在廷尉狱里，他还是不完。你要给我定罪，我不认；你要我低头，我不低。你能杀我的身体，但你不能让我承认一个我没犯过的罪。不认罪，不求饶，不说一句软话，绝食5天，呕血而死。周亚夫死了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30年前。公元前177年，他的父亲周勃也曾被投入廷尉狱。
罪名也很离谱，有人说他要谋反。周勃在狱中惊恐万状，连话都不敢说，最后靠着向玉帝行贿，靠着薄太后替他说话，才捡回一条命。出狱之后，周勃说了一句话：吾常将100万军，然安知玉帝之贵乎？我曾经带领100万大军，哪里知道狱卒的权力这么大。周勃活下来了，因为他怕，他会送礼，会求人，会弯，他弯下去的时候难看，但他活了下来。30年后，他的儿子周亚夫进了同一座监狱，同样荒唐的罪名，同样的廷尉审讯，同一座廷尉狱，见过父亲的恐惧，也见过儿子的沉默。但这一次没有薄太后了，太后换成了窦太后。窦太后恨他，因为他不救梁王，没有人替他说话，没有人替他求情，他自己也不求。让我们再把视线拉到更远的地方。公元前158年，汉文帝在细柳营门口被自己的士兵拦住，他离开时说：“此真将军矣。”然后把周亚夫升为中尉，负责京师安全。文帝需要的是一个只按规矩办事的人，他亲手选了周亚夫，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。公元前157年，文帝临终前对太子说：“关键时刻可以用周亚夫，这是一枚棋子被提前布好的位置。”公元前154年，景帝在七国叛乱中启用周亚夫，周亚夫不救梁，断粮道，3月平叛。景帝需要的是一个能打赢仗的人，不管这个人听不听话。公元前143年，景帝在为新太子铺路，他需要清除所有可能尾大不掉的老臣。周亚夫这个不听话的、不服软的、不配合的人，成了最需要被移走的那个。一条线串下来，周亚夫的一生就是一枚棋子的一生。文帝把他放上棋盘，是因为他的不弯在那个阶段有用。帝国需要一个不看人脸色，只按规矩办事的将军来守住制度底线。景帝用他平叛，是因为他的不弯在战场上有用。帝国需要一个能顶住所有压力、不受干扰的执行战略的统帅。景帝弃他，是因为他的不弯在朝堂上有害。帝国不需要一个新皇帝管不住的丞相。同一个特质，在不同阶段被判定为有用和有害。棋子没有变，棋局变了。周勃和周亚夫父子2代人替汉帝国完成了2次最危险的止血，一个平诸吕，一个平七国，可他们最后都进了同一座监狱。周勃活了下来，因为他会怕，会送礼，会求人，会弯。周亚夫死在那里，因为他不怕，不认，不低头，不弯。能弯的人被反复弯折，直到再也直不起来；不能弯的人被一次折断。结局不同，但没有哪一种更好。